來了，看看本周策劃爆料、體驗服更新以及部分搶先服新赛季內容。這次是來了個策划球，問白起優不優化了，說白起也優化了，在新賽季當中，白起的技能系數做出了一些調整，加入了一個撞擊傷害，同時刷兵刷野效率也有所提升。豬八戒也是進行了類似的改动，虽然說系數調整比較大，不過據策劃所說，增幅還是較為明顯的，因為發育速度變快了，還讓大家參考廉颇。說虽然看上去有點弱，不過提升都是正向的，廉颇上次也差不多。還說他的勝率提升了 1.7 個點，高端局勝率也提升了 1.1 個點啊。那麼大家覺得豬八戒和白起这波能否像廉颇那樣正增長呢？接着聽說卡兹哥做的英雄都很超標，有私心。卡兹哥問誰說的？魯班大師勝率异動咋回事？上周重组过後勝率是跌了不少，卡兹哥說做了一些数值調整，說人話就是前期更弱了，另外二技能連不到人，或者說連人连到墙，连墙连到人問題也是进行了觀察。本周一還緊急加強了一波，一技能手感的問題也優化了，目前勝率說是有所回暖，其中巅峰赛更是成功突破47勝率大關，目前位列倒3，說是現在在研究，一方面是看能否優化，一方面也在研究新方案。其中有很多方案，比如说玩家建議能否像刘邦的大招或者說哪吒大招那樣来選擇，不过策划其實覺得這樣有可能會，比如說在連左上角的單位時又連到牆底，就不是特別好用。玩家建議加個切換按鍵，說是邏輯上對了，但是及時性不夠強，可能難應對緊急情況。建議魯班大師直接改成4技能英雄，一個技能連人，一个技能連牆，說是已經在嘗試了，那不太超標了嗎？說不會，因為是共享冷卻的，類似於幹將莫邪的2、3技能，或者說百里守夜的2技能以及大招。而後今天體驗服扁鹊的各個皮膚新特效也都是上線了，大家可以來看一看。越万不难發現，咱們扁鹊這個英雄，他的勇者皮是真的多。而後新版扁鹊也會在明天上線搶先服，應該是下周就會上線正式服了。新增的復活機制，不過特效就不給大家做展示了。問就是策劃也沒用。咋辦呢？只能留到下把再用了。據策劃所說，這個救人還是有一些難度的，因為需要靠近友軍並且站定施法，所以說也有一些博弈在身邊，很多時候都沒有機會使用。問為什麼不能復活自己，說是醫者不能自醫，希望改回平 A 疊讀，說是想要把重心放在技能上，還說平 A 的話也會置自己於險境。這把扁鹊為何這麼慘呢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六兒把卡茲哥的夏洛特給打爆了。玩家建議削六兒，說還沒上，怎麼削呢？問什麼時候上，說很快了，都上體驗服了，實際上明天就會上線搶先服了。具體的獲得方式也很簡單，大家就點擊遊戲主界面的這個猴，接着會觸發一段動畫，就不給大家放了。不過還是建議大家看一看，因為挺唯美的，大家可以選擇直接跳過。接着跳出來的界面，你把這個孫悟空給旋轉一圈，就會解鎖咱們王者榮耀的全新企劃命格系統。心魔六兒閃亮登場，在遊戲當中就可以自由選擇了。主職業是戰士嗎？說是刺客，而且相對孫悟空而言，可能更加依賴筋斗雲。這不是雲鷹嗎？說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，還說像雲鷹、橘右京這種戰色可以比較容易的上手六兒。問六兒的回血效果為什麼沒有特效顯示？指的應該是一技能的回血效果。說是一般情況下是給友方英雄回血才會有特效的，而自己的話會有一個數字提示，也比較明顯。不過凱皇好像也有特效顯示。問二技能進入浮攻前的時間是不是太短了？策劃說也改過很多版，還是有一些博弈在裡面的。而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適配動作。一二技能有啥區別呢？說是二技能施法遠，所以說傷害就比較低，而且沒有回血效果。一技能的話就是近距離搏擊，有傷害且有回復。問為什麼大招的落點一直在變呢？說這個落點實際上是由咱們的左搖桿，也就是移動鍵來處理的，本質上有點類似於孫權。而這次與大家分享的諸多六兒問題的策劃球，正好是孫權的設計師。
問敵方六耳在開大的時候，我們能否使用位移把它引到塔下？說是可以的，因為六耳的大招帶有一定的追蹤效果。如果命中一個英雄是鎖定4連擊，如果是多個英雄的話，則是隨機釋放，有概率跳到敵方的後排。而作為博弈的一方，也可以往友方身上跑來減少受到的傷害。問現在倆猴了，六耳叫什麼呢？建議叫光猴和暗猴。策劃球還透露了幾個不太容易觀察到的細節。咱們六耳這個二技能拖动施法以及蓄力施法的位移距離是一樣的，但是蓄力的話可以獲得一個浮空效果，這個效果在脱手之後也是可以生效一段时间的。所以說蓄力二技能的位移要比不蓄力更加穩定一些，沒有那麼容易受到敌方的控制、打斷乃至於部分傷害效果。玩家建議二技能立起來之後應該出草叢。策劃說太有道理了，你簡直是個天才。問二技能是不是應該棍子越長，我們的視距也隨之提高？策劃說現在的鏡頭確實是有一點問題，不太符合。問六耳這個紅邊是啥？策劃說這個是咱們二技能的距離，因為這個二技能和其他位移不太一樣，它需要在釋放前就知道我們大概能位移到哪兒，畢竟它是一個原地蓄力技能。關於新雄六耳，卡兹克表示設計的很牛逼，大到至簡，並且有着很多細節，比如說我們蓄完力之後，這個棒子實際上也是會隨着我們能量条消散而逐漸变短的。策劃二狗表示很难受，因為這個英雄不是他設計的。問六耳還有什麼細節嗎？策劃球說這個英雄的強补就是他最後一段強補可以位移，這個位移距離是和移速相掛鈎的，移速越快，强补的距離也就越遠。看來影刃契合度着實是相當不錯。這個機制也似曾相識，2年前曾出現過，畢竟少司元也是球設計的。問哪些英雄可以 counter 六耳？策劃球說盘古或許可以。如大家所見，盘古是可以缴械在浮空狀態下的猴的，但是這個猴只要開啟大招進入無法選定的狀態，就可以把咱們這個繳械直接所驅散掉。互有博弈吧，甚至手的長短也屬於博弈的一環。策劃球還覺得部分索藤英雄，比如說宫本武藏可能也可以克制六耳，但据姐夫的測試啊，這個宮本武藏大招還是很容易就被六耳的大招所躲掉的。雖然說宮本的大也可以把浮空狀態下的六耳給幹下來，但總感覺並不是那麼的克制，因為實在是太容易被躲了。除此之外，即使是宮本武藏先開大到了六耳，這個重傷也會被六耳的大招直接所驅散掉，甚至都能回血了。所以說克制效果只能說相对一般吧。卡兹克覺得目前体驗服版本的六耳1-2技能数值有點太高了，打不過，而且追擊能力比想象中的還要強。策劃球表示六耳的這個浮空機制對部分英雄也有 counter 效果，比如說他这局自己玩了個雲鷹，大家覺得能贏嗎？天才策劃把六耳做的這麼超標，策劃說肯定還是會調整的。剛開始有利於大家找到他的強日期，更容易上手。問六耳為什麼只有2個耳朵，說是他查一下，調整的時間好像稍微少了那麼一點點，不過策劃承諾肯定是會調的。策劃還預測這個暑假含活量會很高。孫悟空反應能力太強了，策劃建議多和輔助交流一下，可能會好一些。另外，今天體驗服對孫悟空進行了緊急調整，說是強化了孫悟空後期的印记傷害量。最近对守衛等諸多射手做出了調整，而下賽季馬上也會對射手有改動，比如說緊急對孫權以及公孫離進行了加強，說是他們受到了法修流調整的影響。問原射咋不補強呢？說是3次才算一個法球，頻率比較低，基本不設想，但如果有問題的話肯定會補償的，大家放心。問蒙亞呢怎麼沒上搶劍服，體驗服還回退了，是不是不改了？策劃說想要進行一些數據對比，肯定是會上的。問誰家李信帶閃現，說是以前很難配合，但是調整過後是給了大家帶閃現的空間。問沒有辦法通過小地圖觀察龍的血量，策劃說打龍的時候英雄頭像是在龍坑裡的，很多時候就蓋上了，顯示血量好像也沒有什麼用。問司馬懿的藍條呢哪兒去了？這個藍條應該指的是司馬懿開啟1技能之後本體頭上的這個條，在某次更新過後沒了，具體是哪次更新呢？就是魯班大師上線那次，說是修了一個元歌的 bug， 結果把司馬懿也給改了。接着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啊，紅開被識別成重開的問題。策劃說感覺很丟人，也有策劃覺得可能是方言的問題，還有策劃覺得即使是方言也應該加強識別。
體驗服外掛太多了，策劃說新賽季代碼太多了，被抓到的窗口期會盡快處理。最後體驗服新出了一個全新娛樂模式，叫做共鳴之戰。這個圖看着跟我做的似的。總之就是可以選一個英雄，然後附帶其他3個英雄的被動效果以及1個主動效果，來打出一個類似於彈幕遊戲的爽快感。比如說這個小喬就有諸葛亮的技能、海諾的技能、周瑜的技能、杨戬的技能，再加上自己的諸多技能，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連招、华麗的 combo。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哪些英雄有化学反應。据策劃自己所說，后羿以及豬八戒很強，因為他们的被动本身就十分給力，很有趣，很來勁兒。感興趣的話可以到體驗服試一下。新賽季策劃說也會繼續削強補弱，說過程是漫長的，相信前景是光明的。我們可以期待新賽季以及本月剩餘的2次策劃直播。好了，感謝大家關注，在下面那邊解覆，咱們下期再見，記得給我點讚哦。